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会有完美主义，因为你还是认为你可以达得到，你会觉得 if I just try I can reach perfection 但其实 you're human, nobody is perfect。 Melody 家庭 Podcast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美乐迪家庭。今天我跟爸爸妈妈坐下来，然后我想要跟他们聊一个话题，我们都没有预备，但是这个话题呢就是完美主义 perfectionism。 因为刚好感觉这一个月我听到这个字很多次，不管是人家描述别人或者人家描述他们自己，都是有这个完美主义。还有上次神也对我说，对对对 That's right。 上次妈妈也有讲到神在光照你，就是完美主义是个问题，因为会拦住你靠神的恩典，对，领受神的恩典。所以我就想要来讲讲这个话题。你们要不要先讲你们自己的，你们怎么定义完美主义这个东西？你们怎么 How do you define perfectionism？ 我想如果一个人他有完美主义的话，其实的确会很拦阻这个人往前走。就我自己啦，但是什么是完美主义？我想要先定义它。其实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就是 never good enough， 就是然后对自己对别人就会比较苛求。但是他也不是只是自卑 right？ 因为感觉自己不好，这是一种自卑，但是完美主义更是说你对自己的期待是非常高的。对，对，再加上自卑。我自己觉得完美主义是人本主义，就是我这个人啊，我希望我要做到我以为的更好。就像前一阵子神光照我有完美主义。其实我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蛮 OK 的人，我不是那种拼命的好学生啊。所以你没有完美主义？我以为我没有完美主义哈，但后来我就发现，有的时候像我在做家事哈，或者我在洗衣服，或者就是很平常生活化的东西，我就想要把它再弄好一点，这再多弄一点，好像就一定要把它弄到我觉得 perfect， 我觉得以为的好样子。好，或者说有时候我也会叫爸爸一定要怎么样才会达成我对他健康的要求。好，或者他穿衣服或怎么样，我都觉得神有在光照我，就是这个东西不能够 cross the line。 我觉得他有一个线在那边，你如果还要想再靠自己再多做一点，靠自己再多说一点，靠自己再更完美一点，要求自己要求别人一点，好，多做一点我会更好。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叫完美主义，就是不是出于神的自然自在自由，他感觉到有一个血气的冲动，有一个血气的那个线，你好像就是要把它越过去。我感觉到是这样。那我有个问题，就是因为你说它是来自于血气，我觉得是。那百分之比就是 how much of that 就只是自然，就是我们最 sin nature， 我们就是想要在血气里面做很多事情 and how much of that is environment， 就是你觉得其实是我们的环境造成我们有这样子的完美主义。你认为呢？是自然的吗？是出于自己，这只是我的个性，还是有可能也是培养出来的？因为 for example， 我那天也看了一个影片，就是一个不是 therapist， he's like a psychologist， 然后他是有一个 online show， 然后就有一个 call in 嘛，然后讲他的问题啊。那这个 call in 就是一个妈妈，然后他就是在跟这个 doctor 说他不喜欢当妈妈，他就这样子澄清啊。可是 it's anonymous you know， 所以也不知道是谁。那这个妈妈就说，其实她生完了孩子，她就觉得她的先生是非常爱这个女儿，那其实她也是很爱这个女儿，但是她不喜欢当妈妈。那这个医生他就挑战这个妈妈，他说我觉得你不是不喜欢当妈妈，但是我觉得你
反正就是说到底就是好像你对自己有很多的期待，你没办法达到，然后你以为当妈妈是应该有什么样的感觉，或者因为你看到别人，你以为人家都是很 easy， 那为什么对你来讲就是不 easy， it's so hard， 所以你就很讨厌，你觉得你做的不够好，像爸爸说。所以我觉得会不会很多完美主义其实是因为我们看到别人，我们想要跟别人比较，或者我们觉得人家好像就是过得比较好，或者人家都做得很好，但我就没有，所以我们就对自己永远就是达不到那样子的标准。所以你刚刚的意思是说，完美主义有没有可能出于 comparison， Yeah， 出于比较？对啊，对啊，因为如果今天没有任何人在世界上需要去比较，会有完美主义这件事情吗？你讲的非常好，我觉得 exactly you hit the nail。因为我觉得的确完美主义是从比较来的我们是想从人那里去得荣耀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做的不够好，当我讲的不够好的时候，其实不是从神的眼光看的。当我们讲我们觉得我们不够好的时候，我们是从别人的眼光看的。就像脸书里面像很多就是我们看太多的 social media， 我觉得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变成 very critical， 就是大家对自己或对旁边的人都有很多的眼光是一种不对的眼光，然后我们都会用一种就是叫 perfect， 就这个才叫做美，这个才叫做好 good enough， 用这个来衡量自己也衡量别人，然后甚至到个地步都会觉得就是 depression， 甚至我说不想起床了，不想上班了，不要化妆，我今天反正就是不够，不行，不能这样子。然后完美主义会让我们 be frozen， 我们就会被捆绑住了。我觉得这的确是有从批判比较的当中出来。我觉得也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人的这个心理的状态是一直都在改变的当中了。那我觉得我不是属于这种很吹毛求疵的人What's that？ 吹毛求疵就是like focus on detail， 对，然后 focus on detail 那样子的人但是呢，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还是希望说，我再多做好一点。我并没有想到说要去跟别人做比较我倒是就说我里面还是有一个尺。那尺是从哪里来的？那个尺就是不是从神来的如果是从神来的，对，它就是有一个标准吧，或者说就像我从小我就记得我们的小学老师那时候要求我们讲国语，那时候我们好像也是刚开始全国推行国语吧，是不是我们是属于实小，就是国语实验小学那这种实验小学它就更是要求我们的国语要很标准，所以妈妈的国语就很标准我不是故意的我跟你讲我从小我们老师是北平老师从北平过来的然后他呢那个一口的北京腔那叫我们这些乡下学生他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要求我们只要没有讲到标准的国语，我们都要举手说老师他说错了然后就要罚5毛钱爸爸他们应该没有那我觉得就在这种很严格的标准的里面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全班光是那些都是家境很不好，真的都没有时间念书的这些小朋友，他也都可以这样子很标准的讲话，而且我们老师也很注重我们的生活习惯就是我们有没有打扮得很干净有没有洗脸洗手洗得很干净。我都记得我们那时候有一个他家里是在市场工作的那他市场工作的小孩，那他常常到学校的时候都脏兮兮的，爸爸妈妈没有时间帮他打扮，帮他清理很干净，他都是这一早就被老师抓到那个洗台的前面
要去洗脸啊，洗手啊，他妈妈，我们的老师就要把他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才让他去坐到那个教室里头。哎，我的印象很深刻。我刚刚忽然想到，就是从小的那样子的经历。那我的妈妈也是很注重这种卫生啊、干净啊、整齐清洁啊，好，这个打扮啊，所以我们从小我们小孩子都是弄得漂漂亮亮才让我们上学。好，所以我觉得我的生活习惯的里面可能就有一把尺，就是有一个那种标准在那个地方。但你在描述的时候，我就感觉，因为你描述的都是你成长的环境嘛，是，所以还是环境，不是你的性格。不是我的性格，但我的确就被塑造要有一个那样子的一个标准在那样。我觉得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不是完美主义Yeah, because maybe it's actually good that you're hygienic, that you clean, and that you're OK， 我觉得完美主义比较都是一种心理状态哈，就是说一个人爱干净是好的。Yeah. 但是如果他有洁癖到一个地步，对他有强迫症，不一样，那是完全这是不一样的。还没有到这个地步，我没有到强迫症。对，所以我不觉得说，但我觉得我有一点点 over， 我自己有知道的，因为这不是我性格里面的东西。你讲你会 over， 是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开始影响到你的心情吗？对 ，OK， so maybe that's the key。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不会这样子，但是我有感觉到我有一点那样子 over 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好像有被提醒。那好，因为的确哈，我们到一个年纪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过去的一种习惯哈，会变成一种唠叨、一种挑剔，对你身边的人啊，或对你自己，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这变成一种强迫症，强迫症也不见得说一开始就有的，而是你慢慢你在不知觉当中，你就让这个东西就变成一个那个会影响你生活，甚至影响你的跟别人的关系的时候，那个的确，那有可能就像一个完美主义的东西，会让你被捆绑住了。我们现在讲的比较是进入到心理层面的了啦，好，但我觉得普遍我们现在讲到的完美主义也出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身上啊。我就说这是一个刚刚从爸爸讲的，从一个比较来的，还有一个就是从自我认知上来的我觉得不见得完全都是比较，还有自我的认识，就觉得自己这还是做得不好，那我就不要做这个怎么样你讲到这个 OK， 因为我就想到有的孩子哈，他会因为他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对，他甚至到他就说我不要做，那这个东西就而且变成一个强迫症的时候哈，他可能真的他什么都不能做了。而我真的还见过这样的孩子哈。所以其实哈，我就说不见得要进到强迫症了，就是光是因为 not everyone 我还没有讲到进到心理，如果就不要到这种病症pathology 就是那种状态，但是的确已经有一种倾向，就是说 I'm not good OK， 我讲一个简单，我自己的强迫症 OK 我自己里面的完美主义对，因为你有的，我就发现哈，其实我里面有很多的 idea， 很多东西我想把它就是需要把它发表出来，那有人就鼓励我写书，很多人市场很多人有啊，我也跟你讲过很多次然后呢我就发现我很会讲，可是当我一坐下来真的想要写的时候，一个字都挤不出来，挤一段话我就很痛苦。然后我前一阵子有机会我去一个地方去分享哈，然后底下就有一个听众，他就很仔细听我讲，他就做笔记，他就自己做笔记，然后结果后来几天之后他就寄给我，他把我的东西写下来给我看，我看完说哇，讲的比我写的比我讲的还精彩那样。当然其实我里面还有很多内容他没有写到，但是我就感觉就光是他把我一些重点这样整理出来，我就发觉这个很有可看性了。那问题是我的文笔真的有比他差吗？其实也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有完美主义。当我一开始写的时候，我里面就已经开始在斟酌，要这样要这样，要改要改，所以我一句话还没写完，我已经下不去了，我已经走不下去了呀。所以其实我后来我自己说，我其实就是完美主义把我捆绑住了。你说这是不是病态？其实的确会拦阻我的命定，有可能哈。不过我也是这样讲啦，我后来也跟我的同工讲，有没有可能那以后我就用分享的，那有一个会写的人来帮我整理，也许真的可以让我 overcome。 I don't know但可能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知道他在写你在讲的话，你就不会讲了因为这还是完美主义嘛，就是你会变you get into that headspace。但我现在就是比较就是说我就不去想那个，我就是自由的发挥，然后让他们去做后面的整理了我觉得还不错。所以我觉得爸爸在讲上面还是比较自由somehow你一旦因为他讲的时候好像是跟随有那种跟随圣灵的那种感动讲话或者会不会是因为你对写文字这个东西从小的时候你就有一种恐慌，对，你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是因为你要写功课或者写考卷，你对写特别的恐惧？当然有啊，当然有啊小时候我的作文我的同学我们小学同学有一个，他的爸爸就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个作家叫子敏那个小太阳的那个，他的女儿跟我同班同学，所以每次那个写文章老师都拿他的文章跟我们的来比，然后我就觉得哎呀简直就是没办法见人这样子所以从小就觉得自己绝对不是那个会写文章的。一个内在誓言出来了那就是内在誓言打破一直到60几岁就还是会有这样子的誓言，我永远不是那个会写文章的。I think 很多人其实都有这样子的and I think 其实是多多少少也有环境嘛，因为我们从小要写功课，然后功课会被改会被修正，然后很多的红笔 right 一直没有，所以你很多人他们看到他们就觉得说我不会写我不会写，或者马上就会进到那种完美主义，就是我如果要写的话我一定要写得很好。但是其实像我也有教过一些的 songwriting workshop 创作的工作坊，那其中的一个操练我每一次都一定会带每一个人做的，就是 it's called morning pages， 然后 it's from a book called The Artist's Way。 那这个 morning pages 是什么？就是你就是要给自己一个时间，然后你有你的 journal 就一张白纸 or whatever， 然后你就是要写10 minutes 15 minutes， 然后是原则是你的笔不能停止，然后你不能回去改，反正你就是写，一直写 whatever comes to your mind. It could be I don't know what I'm writing right now, but I have to write because I'm writing right now and I have to write and whatever. And you just pour out, you just keep writing. 然后那个的操练是什么？它就是帮助你先挪掉这个 self editing。就是我们很多人就是我们马上笔一放下去，我们就觉得说写擦擦擦，写擦擦擦，或者就是一定要多好。这个的操练就是你就是写 only one rule is you can't stop, no other rule. And then usually as a creative person， 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操练，就是其实在创作任何的东西，包括写书，它是有 stages. Okay, the first stage is you know not the throw up, but like you pour everything out. Only the second stage or the third stage 你才去更改right？ 就是第2步或者第3步你才去做真正的修正，但是第一个 stage 第一个阶段你一定就是完全草稿就是什么东西可以出的就都出，自由的流动的 flow 来让它这个能够自由的 flow。 你一定要有这个，如果你第一个 stage就跳过了 that's not creative， 你就不在创作的里面。所以 I don't know， 这是我自己也是在操练过来，所以我每次写歌其实我也是好多页我都会先写好多页，但可能大部分90%都不会用到的you know 字句歌词或者旋律然后我的手机上也有you know 几百个 voice memo， 那就是可能90%也都不会用到的旋律，但是你就是要大量
大量，yeah， 不是，其实 when it comes to creativity， 我认为创造力哈，yeah， 我认为其实量quantity over quality，量比超过品质重要，要先有量。Yeah，是真的是这样。像我也听过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拍照的课嘛，然后老师就实验，然后他就让这个 classroom， 就是他们这个学生啊，就分成2个 group。然后一个学生群体，他就跟他们说，你们只能拍5张，然后但是 you will be graded on the quality of these 5 pictures, only 5 pictures。但是这5张一定要拍得很好，然后你就会得到分数。然后另外一个群体他就说，你们可以拍 like as many like as you want, like hundreds of pictures, whatever. And then 普遍就是 always 就是拍很多张的，他们会有最有创意的照片出来。因为你就想象嘛，就是如果你什么都可以拍，你就很有创意，然后你就这个也拍，那个也拍，那个。如果你一直都觉得我一定要拍最好的，然后你就只拍几张而已，不会太有创意吧？就蛮限制的。我觉得这是不是跟 Melody 从小是做在家教育，还是真的比较自由？我现在要讲就想到我们整个一个教育的一个制度上来，像我妈妈是学音乐的，哎呀，我就觉得我从小到大，我还没有经过什么音乐班啊，那时候没有什么音乐班，但的确后来考上音乐系，然后又出国念钢琴这个演奏啦、指挥啦什么，我都觉得我都一直在 under 一个很大的 pressure， 好一个压力，就觉得自己就是永远谈不到那个最好的，永远做不到那个最完美的所以我现在后来有的时候现在就都很不想再碰琴，有时候就不想再接触到音乐，好像有一种恐慌症在那个里面。我觉得因为你们念音乐系你们每一次学期后都有一个叫做 performance， 有一个演唱会演奏会那个 performance 对你们压力真的很大。我记得妈妈那时候跟我讲说，每一次演唱会像剥一层皮一样所以其实就是说音乐对你们来讲不是一个 enjoyable 的事情，是一个 competition， 是一个要比较的。 perform 就是要 perform 在人的面前，因为如果你是关起门来的那个不叫 perform。 可是对 Melody 来讲，他做音乐他是一个 enjoyable 的一个 creative 的过程，所以跟你这种专科出身的那种心理的压力那种感觉真的很可能是不一样的。Yeah, I think 也许也是啦，就是因为我没有在传统的教育系统里面出来的，那也就让我想到，其实也不用说只是音乐，我觉得很多孩子因为他们在这个教育系统里面，孩子被教的就是 there's only one right answer or就是你要做什么才能够拿到 A+， 所以如果你没有拿到 A+， 那其他的就是次等的，其他的就是不好的，然后就是没有其他的 option， you know， 就是感觉好像很被限制，所以我觉得孩子就很容易会觉得like 我就一定要做什么才能够达到，那如果没有达到的话，我就是一个失败者。但如果没有那个框框，或者没有就是一定是这样或第一名啊或怎么样 A+， 就比较不会有那种的失望感或者压力。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教育的系统里面长大的孩子，的确我觉得看到很多孩子真的都有这种完美的倾向，或者是完美的这种惧怕，就是很怕自己做不好，干脆就放弃。我觉得再回到最起初刚刚讲的这个 Melody 讲到完美主义是不是从比较出来我觉得还是要再讲就是说当我们有比较的时候，看到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就是说我不够好的这种 I'm not good enough， 但这个其实是一个谎言。问题是我们自己可能没有能力去突破这个谎言那其实这也是跟圣经里面讲到说，你们彼此接受荣耀，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5章他说，
你们是彼此在那边互相夸奖对方，说你好棒你好棒啊，这样这样。那其实在讲好棒当中，其实也讲那个不够好啊，这个不好，就是说对不对？那但是我们里面都会很在乎这种从人来的称赞。那为什么会在乎？为什么会在乎？你知道耶稣他的答案是什么？他说因为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因为你没有从神那里得到足够的爱，所以你会需要从人那里去得到爱，但是你又得不太到的时候，你就会有这种完美主义，就会有比较，就会有失望。其实完美主义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失望跟害怕，会拦阻我们自由。其实我们讲到说荣耀跟自由是相关的呀。当你没有办法很自由的去表达你自己的这种创意啊各方面的时候，其实背后都是有那种害怕失败呀。可是我就在想啊，在神的国里面真的有失败这回事吗？在神的爱里面会有失败这种事吗？所以你说完美主义是因为没有认识神的爱。耶稣这么说了，但他也不是直接讲完美主义，但他是讲是说你们彼此接受荣耀呀。所以我就想到那个曾经看过一个卡通片吧，还是漫画 You are special You are special， 那个小朋友贴那个贴子然后人家给他贴金的或者贴不好的，好的坏的，怎么搞的贴的都掉下来，因为他也不在乎 I don't need it I don't need it那个他知道他是谁，真的自由真的自由，他不需要从人那里去得到荣耀那 I have a question， 就是因为 there's also a saying， 就是也有人会这样子讲，就是 good is the enemy of great， 就是 great 就是非常的棒，那非常棒的敌人或者会拦阻你达到非常棒，就是 so好就好，就是很多人就是够好就好了啦。所以有这样子的话嘛，就是所以那大家就会觉得说那我就不能满足于够好，我一定要非常的棒。那你怎么去 balance right， 就是卓越 right， 卓越好像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excellence 那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如果你真的想要达到 excellent， 你就不能满足于好。所以我们怎么去平衡这个东西，就是不是完美主义，但是其实有一些东西其实是可以达到卓越。那什么是卓越？那怎么去追求卓越，但是不要陷害到完美主义的里面？很好的问题。那个 Melody 啊，你们小时候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句话，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Yeah, to be your best is better than to be the best, or to do your best is 讲慢一点 better than to be To be your best Yeah It's better than to be the best. OK， 这句话我解释一下。To be your best 是说，上帝赋予你的多少天分，你把它尽情的发挥出来。OK， 那就 good， 那就好了。但是 to be the best 是要去跟别人比较的，因为 the best 是 comparison。OK， 好。那当我要去跟别人比的时候，我里面就有压力了。那我要 to be the best， 所以我在班上，我的数学，我要考100，我要考最高分，我要赢过所有的人，那叫 the best。可是我的能力可能真的只有70分、68分。那如果我突破我自己，我达到了我 my best， 比我说我是全班第一名，可是有的人他是怎么样？他是天才啊。他根本不用努力，他就很简单就考了全班最高分了。可他根本没尽力，这样也不好。对啊，他根本没尽力，所以他就说：“哎呀，这个太简单了。”那说我都早学过了，好了，我就随便考，然后就赢了班上所有的人。可他没有尽力耶，在神的眼光中，其实这还是不好。但如果我真的尽力了，就算考只有58分，我尽力了，那在神的眼中，就是说，在一个爱你的阿爸父眼中。That's good. That's good. Always good enough. 但如果我要去跟别人比，是自己给自己压力，永远都不满足了。Well, I think it's also
不要跟别人比，但是你可以跟自己比。对对对。所以这是 Jordan Peterson 他有一个 rule 嘛，他写12 rules for life。One of them is compare yourself to who you were yesterday, not to who someone else is today. 就是你不要跟别人的今天比，你可以跟昨天的你过去的有没有更进步？这样子。所以假如你昨天考了58分，你今天考了62分，那就鼓掌鼓掌 right? Like that's good enough. 就不要跟别人的99分比。这就要讲到做父母的，我觉得我们真的也要很小心。我们不要设这样子的标准，让我们孩子，然后下一代的他们的这种比较心，一下子被挑起来。我们真的要常常跟孩子们讲说，就是 try your best， 不是进入到这个系统的里面，然后产生了很多的增进比较。我觉得我们做父母亲的要格外的小心，做领袖的也是。And that's where the whole fixed mindset versus growth mindset， 就是你有一个固定心态，还是你有一个成长心态，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因为如果父母亲能够让孩子常常觉得哇你有在进步，这样子就已经很好了，这个会让孩子比较容易产生一个成长心态，他就会永远觉得我能够进步就好，我一定会更好的，而不是说你就是因为没有达到标准你就是个失败者，那他永远就会觉得如果没有达到标准我就根本尝试都不用去尝试了。这就是个固定心态，那孩子就很容易就不会成长呀。我还要再多讲一点，就是说当我们讲到 to be your best 的时候，什么叫 best 到底那个只是成绩吗？就是那个 number 吗？还是名次吗？那什么是我的 best？ How do I become my best？ 我就讲个例子给你听，就是有一年在西班牙他们有一个这个马拉松比赛，然后已经跑到最后了，他们已经进到那个会场了，然后那个跑到第一名的那个是一个非洲来的人，他误以为他已经过了那个终点线了，所以他就慢下来了。可是终点线其实还在前面，大概还有10几20公尺，他还没有到。那后来那个西班牙的那个他自己他是西班牙人，他跑第2名，他就看到这个，他知道说这个人他误会，He celebrate too early， 他 celebrate， 但是他也不是 celebrate too early， 是他 misunderstand。他不知道线在哪里吗？对，因为他是进到会场，可是那个终点线还在前面，所以I know where this is going。然后后来这个西班牙的这个选手he push him and point him say， 那个才是终点 ，keep going。然后后来那个他没有去抢他的第一名，因为他知道说he deserved the first place， 所以他就 push 他，然后后来这个非洲人得了第一名，但是呢这个西班牙人得了最多的奖声，因为他知道说 I don't need to be the best，But I want to be my best，我的 best 是我这个人的人格，我不会 compromise 说我要 take advantage，你的 mistake 我要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看过我很感动的一个事情。好感动，听了都很感动。其实我觉得这个 highlight 的这个重视到的就是过程比成果更重要，就是在过程里面你怎么达到那个成果，你的方法其实是很重要。It's not 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就能够做到这个，我用任何的办法用任何的方式达到 doesn't matter， 不管我要踩到别人的头或什么 doesn't matter， 作弊或者去伤害别人美国曾经有一次奥运比赛，就有一个女生他就打那个 Tonya Harding 嘛，她的男朋友还是什么人就去把人家打伤了，把第一名让她自己可以往前嘛。She wants to be the best so much，她 compromise 她自己这个人的人格。对，所以这就是不好。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卓越跟完美主义的不一样，就是卓越就是包含你整个的过程，你怎么达到那个的一个成果。就是 I don't know， 就是我觉得是跟你这个人很有关系，但是完美主义只看成果，完美主义只是我在发什么大脾气，或者我在让我的团队多紧张，都 doesn't matter。
我们就是要达到这个成果，这个完美主义就不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更是重视过程多于只是成果，这个才是一个对的方向。这样，那我再多讲一点，他这句话 "to be your best" 很有意思，他不是讲 "to do your best"， 哇，对对对，他讲是 "to be your best"， 你的 be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your doing 啊。其实我这样讲啊，很多时候当我们说请你帮忙做一件事，当你说 I'll do my best， 这句话其实意思就是一个敷衍的话。OK， 就是说 I'll do my best， OK 了，好了，我试试看了。这句话其实不是一件很好的话，你知道吗？所以其实我觉得上帝在乎的是我们是不是有没有 become our best。但是我们常常想要呈现给上帝的是 Look at what I did， 我做的。但神在乎的你的所是，而不是你所以我们是 human being， 我们不是 human doing。 哇，阿们。好啊，那你们有没有一些建议或者智慧言语？如果今天看我们影片，他们觉得他们有这个完美主义的问题，怎么去帮助，或者怎么 overcome， 就是克服自己怎么可以去得胜这一块？我觉得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我觉得我们还是真的要了解真理，就像刚刚爸爸讲的，神看重我们的是我们的 being， 而不是我们的 doing。我觉得这个概念观念一定要深植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就不会一直想要靠我要多做一点，我一定要达成什么样的标准，来就真的是让自己很 suffer， 也让别人很痛苦呀。所以我觉得你要了解神的真理，会叫我们自由。那知道是知道，我觉得很多人是听过很多次，但是没有真正的相信。我觉得你就是可能还是要去做，像你刚刚讲的，就说不要害怕去做，而后来你说更去尝试一些自己不敢去做的事情。对，我觉得还是要做。有的时候，sorry， 你继续讲。因为有的时候是真的会失败。但是在失败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们就会一直不断的去认识真理，也会越来越有自由。对，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其实在人生里面我们需要更多尝试去失败。对 This is called rejection like therapy or whatever，就是你很害怕的事情你就要多去做，你就会越来越不害怕，这是一种的疗愈法。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或者 大人也是，就是我们太想要避免失败这件事情，但 actually 其实是不用避免的。你不会死的 right， 就是 you won't die， 你不至于死，所以你就多多的去被拒绝 it's good， it's actually good， 你多多的去尝试 put yourself out there， 然后去失败，其实这是会帮助你成为一个更勇敢的人。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观念，就是失败或被拒绝，我们常常以为是非常不好的东西，用一个不一样的眼光去看待它，它不是不好的，it's not， 它就是一个经验。真的，我觉得其实说实在我们都太强调成功跟失败了。其实人生当中失败没有真正的失败，那只是个过程而已。但是呢，我们的教育常常把我们就是好像说失败，而且他会把这个失败一次的挫败把它变成是你这个人是个 failure， 把失败跟你的 identity 就合并了，那我们就很难超脱。我们一定要了解，就是说其实人生当中好多事情 even 联考试，我认识好些人，他们因为一次的联考失败，一生好像就蒙了一个什么蒙羞了或者说谈恋爱一次的失败或婚姻的失败 whatever， 他们就觉得一辈子好像就我就觉得真的不需要这样。当然讲是容易了但我是觉得其实我们就像耶稣讲的，他说你们这么在乎这些是因为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要问说真的有什么 solution 的话，就是说我们常常去认识神的爱呀，从神的话语里面哈，也许等候神啊，诗歌啊哈，就是更多的去默想神的对我的完全的接纳，无条件接纳，他绝对不是按着我的表现 performance 来爱我，他爱我是因为我是他的儿女，我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 I'm good enough。我自己觉得如果有这样子的年轻人我觉得也很需要属灵父母亲，或者是做身为父母亲的，我觉得我们真的要陪伴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知道在这个失败当中是 OK 的，或者他尝试在做这个事情的当中，他就感觉到他不够好，然后就不敢再往前走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旁边常常说我在你旁边加油，it's OK。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常常都成为这样子的一个 encourager， 一个鼓励者，一个陪伴者，我觉得也很重要。所以我们的习惯说的话要开始改变，而不是说你不要去做，你一定会失败的。因为这也有听过嘛，而是更多可以讲的话是你就去 try， 我会陪伴着你，即使你成功或失败，加油，我在你旁边，我们一起I'll share my own experience。 其实你们会认为因为你们最了解我嘛，你们是我爸妈，我小时候会不会也是一个蛮完美主义的一个孩子？ I think so。 其实我觉得我也是，我不知道是性格或者是环境，或者是因为老大 or something。 其实我从小也是蛮有这个东西，就是对自己啊，或者就是对别人，然后所以我周围的人就是都很有压力，因为我就会要求很高，但我不是只是对别人要求，我其实是对自己要求很高，所以会造成我常常对自己很大的失望跟不满足，然后到后面就是 self-hatred， right？ 一个自我讨厌或自恨 whatever。 所以大家有听过我见证就比较会有听过啦，就黑秀美这首歌嘛。那我觉得 for me我是怎么在完美主义这一块越来越好，就是当我越来越了解或者越来越看清楚我自己的黑。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会有完美主义，因为你还是认为你可以达得到，其实你还是对自己还蛮有一些很有盼望你会觉得if I just try I can reach perfection 所以我觉得可能以前我也是对自己不知道是盼望还是就是一种 delusion you know， 就是你会觉得如果你真的再尝试，你再 try， 你可以达到完美完全，但其实每一个人你就是个人 you know you're human nobody is perfect， 没有一个人是，其实你看到别人，我看到别人他说他们是完美主义，然后有时候他们对自己，我看他我就觉得说Nah man, you're so human. Like 你永远达不到的，你就不要就是 you know， 不是说 don't try， 而是说 don't give yourself so much pressure。 因为我喜欢你不是因为你能够做得多好或者做得多完美，我是很希望对方他可以更自在一点 you know， 我会希望他可以看得到其实他做到他认为的完美，我也不会觉得他更怎么样。然后对，所以我想要讲的是，我觉得我们比较有完美主义的人，是因为我们还是对自己还是蛮有盼望，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达得到。但是事实上你还没有发觉，可能你还没有发觉你就是有多黑。其实你不管再怎么样，你永远达不到。但是这个的一个事实，很多人会觉得说那就更糟糕了。但是 actually 如果你真的去认同去接受这是个事实，其实是很大的自由，因为你就可以放下来了，你就可以觉得说反正怎么样我不会达到的你知道吗？就是 I feel like Vincent 我们的弟弟他好像也就是可能这也是他过人生的方式，就是反正我怎么就不会达到， I try my best I already tried my best， 所以我要学习更像 Vincent， 就是 yeah it's true， 就是
There's always gonna be someone better than you. 在世界里面，永远就是会有一个比你更聪明的，比你更怎么样的，比你更帅、更美、更厉害、更有钱，更有钱 ，right？ 更 yeah always。所以 you don't try, just don't even try 。其实我觉得这是个自由，你就先放下这个东西，然后 OK， 你知道了，我黑，我超级黑，但是怎么样，却是秀美。我觉得你讲的黑不是说我不够不好，事实上就是你要接纳自己。Yeah， 就是你就接纳，就是我完全接纳我自己，接纳 take ownership，你就是不完美，对，然后每一个人就是一定就是永远不会到完美，但是第二个部分就是确实秀美 ，right？虽然黑，却是秀美 ，right？ 那这就是爸爸说的，这就是神的爱。神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就是罗马书他说，你还是罪人的时候，我就爱了你，这是很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很久了，我们就忘了，我们就觉得说，哦，我要多读圣经，我要多祷告，我要多去教会或参加什么样的会议或服侍，神才会更爱我。或者我们也许不是因为我们是老油条嘛，或者只是因为我们真的套了我们自己的华人文化、中国文化到基督教里面，这是我们成长的背景，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套到我们的信仰里面，但是这是错误的。其实真正的福音是什么？就是我们不配，就是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可以配得神的爱。其实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还是 you know 快要不及格，就是不及格了啦就是 F 了，但是神还是给了我们一个 A， right？ 这就是 we don't deserve it。所以会不会有可能，其实如果你还是在一个完美主义，你真的还没有抓到福音，真正的福音的重点。很好。Yeah， 我觉得就像这个 You Are Special 这个影片卡通片里面嘛哈，就是我们常常有时候真的要看看，就是说我到底在追求什么，就是我很在乎人家给我的这个golden 的东西还是怎么样，我有没有那个自由，我知道我是已经完全被接纳了呀。我觉得这个真的我们常常要检视一下，我到底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自由，就可以比较可以医治我的这个完美主义。阿们阿们阿们。 And also 贴那个贴纸的不见得只是 you know 世界的人，也可能就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人、right? 或者牧师或兄弟姐妹，我们自己都会贴自己所以的确就是我们真正认识了神的爱，即使在教会我们也都不用再被定罪了，就是我们可以完全自在。阿们 Yeah, amen, amen。 所以谢谢大家看我们这一集，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分享跟打开小铃铛。拜拜。